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出通牒，不得走拦菲律宾海警船，否则就要动武。2023年的4月，发生了中国和菲律宾的海警船对峙的事件，双方距离一度只有10几米远，差一点就要发生碰撞了。如果仅看冲突现场的照片，确实会感觉到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太不堪一击了。中国海警出动的是一艘以054型护卫舰为基础改装的海警船，满载的排水量超过4000吨，装备了76毫米的速射炮。相比之下，菲律宾的海警船是又破又小啊。如果真的发生碰撞的话，结果肯定是菲律宾的船只被撞烂或者是撞沉。实力的差距就摆在这儿，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在中国海警面前不堪一击。4月29号，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发布了一条题目叫做“美国在南海对菲律宾的支持”的声明，说美国与菲律宾站在一起，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海洋秩序。如果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包括南海，对菲律宾的武装部队、海岸警卫队、对公共船只或者是飞机发动武装袭击，美国将援引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第4条，履行共同防御的承诺，意思是将对中国动武。美国准备为菲律宾对中国动武，看起来还真是有点可怕呀。这个所谓的第4条说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原文。双方认为，任何一方在太平洋地区遭到的武装攻击，都可能危害本方的和平与安全，并可宣布依据本国宪法程序采取行动，应对共同的危险。任何上述武装攻击以及由此引起的所有应对措施，应立即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这个条约是1951年签署的。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坐在安理会上的是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那是彻头彻尾的美国的傀儡。在安理会当中能够起到制裁作用的只有当时的苏联，但是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力量是非常的薄弱。1951年朝鲜战争又正在进行，美国所纠结起来的那支军队就叫做联合国军。所谓应立即向安理会报告，实际上是美国召集同伙的一个步骤。亚太地区如今的形势和1951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日益强大的解放军，美军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的时代已经逐渐的远去。美军除了派出大型侦察机在中国周边的国际空域进行情报搜集，时不时的派出一些军舰搞所谓的自由航行，以显示其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之外美军的大型航母战斗群和作战飞机的活动区域在逐渐的远离中国边境。因为是平时美国海军只能偶然派1、2艘军舰，用流氓挑衅式的模式穿越一下台湾海峡的商业航道。如果是在战时只怕是请他来他都不敢来。美军自己都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样子，又能给菲律宾撑多大的面子呢？所以这个美菲联合防御条约迟早要让美国自己打自己的脸。很显然，在今天的中国南海，美国方面是占不到上风的。就算是把全部的航母战斗群都派过来，也只是东风导弹的靶子。解放军的东风21、东风26和其他的各个系列的反舰导弹早已严阵以待。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一旦部署到我南海岛屿，连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都能覆盖。解放军的攻击型潜艇的数量的确没有美军的多，但并不影响对进入南海的美军舰队实施关门打狗。不知道美军扬言要为菲律宾出头，要对解放军使用武力的底气来自哪里？在南海的决斗中如果中美最终发生军事对抗，有一个逃不掉躲不开的输家，那就是菲律宾。他先是背弃了2023年元旦和中国达成的协议，然后又投靠美国，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最近一个时期又倚仗着美军撑腰，开始在南海搞事儿。可以预计菲律宾如果不趁早收手，别说他们目前非法占据的中业岛、马欢岛、费信岛等8个岛屿要全部吐出来，他们在南海的利益将输得精光。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